注意看，中國擂台發生了一起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慘案，中國小伙慘遭裸絞，當場暈死擂台，插上氧氣開始搶救。為了保護選手安全，賽事方直接將其抬上擔架，趕緊送去搶救。我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華民族是最具有血性的民族。河南小伙孫樹偉，他是中國最有血性的選手之一，身高185，臂展188，強大的身體天賦，再配上无坚不摧的彪悍重拳，讓他在擂台上无可匹敌，大殺四方。他從來不懼怕任何來中國踢馆的老外，曾在发布会現場遭到塔吉克斯坦選手惡意推搡，而他則是當即霸氣揮對刀。你什麼檔次可以跟我一塊在這個龍體比賽？還有，明天我的目標就是在龍體上睡覺。比賽開始後，更是用了一招簡單粗暴的裸絞，霸氣降服對手，至此一戰成名。然而這一次，孫樹偉又一次在媒體面前霸氣側漏。一句話，因為我想贏，所以你必須得輸，不管是站立，還是摔跤，還是柔術，我都會完勝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國熱血小伙孫樹偉的一場精彩對局。身高185，臂展188，一位來自於河南的小伙子。他的身體素質的確是非常的驚人，但當然他的格鬥天賦也是相當之高了。剛開始學習柔術的時候，僅用是3個月便拿到了這個柔術藍帶的一個段位。那對於一個新人來講，3個月啊也是非常之快了。好，不僅是胳膊長，這個大長腿啊，我們看這個大長腿也是很長啊。跟旁邊的美女比起來的話，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上場比赛，孫樹偉也是一戰成名，降服了塔吉克斯坦雄鷹扎爾法。賽前赛後都有着非常霸氣的發言。然而這一場比賽之前，孫樹偉依舊是霸氣側漏，好，依舊是不走尋常路，有門我不走，我偏偏要跨過來，大長腿顾白掌。好，这场比赛孫樹偉的對手來頭也不簡單了，陸文龍同樣也是來自河南，但是他的身體素質更恐怖，身高187，臂展189，可以說比這個孫樹偉還要誇張。這是他來到 JCK 戰軍城的首場比賽，小伙子也是有着極強的一個身體天賦，但實力怎麼樣，我們需要看一下他的表現如何。I'm here. Ready, fight! 在手腕直接背心，孙樹偉對陸文龍第一回合連續的，真的擊倒，會出現比賽將如何？現在這個走勢，我們已經是每一秒、每半秒都是未知的。哇，雙方進行了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瘋狂的對撞，抱腰，而且呢是成功的壓制住了第二落點。那麼好，我相信屏幕前的觀眾朋友們已經是看得目瞪口呆了，沒有錯。兩位選手直接開打，而且孫樹偉呢也是開門就是一腳。好了，看一下現在處於上位的便是孫樹偉。好的，連續砸擊，他的地面實力是不俗的。之前我也說到了啊，他的柔術進步速度非常的快。兩位選手現在都冷靜一會兒，都稍微冷靜一下，因為這一開局打的確實很火熱。好的，纏鬥是據我所知已經是多年的功夫。沒錯啊，在上位我們看到比賽當中，到下位看到陸文龍的目前的防守呢，還是相當不錯的。是啊，儘管看到他是第一次進行這樣的綜合格鬥的比賽，之前一直是在踢拳，那麼轉型之後，看到在地面上目前還是防守。連續的地面砸擊非常的危險，這時候陸文龍呢還是那句話，在這裡不要呆。沒錯，我們現在看到孫樹偉也是相當的清楚這一點，而且我們看到這種控制真的是貼着龍王死亡卡角伏步轉成旗。這場比賽的確孫樹偉在作戰經驗上以及他的這個打法上更兇狠。我們看達到7勝位了，還差一點，但是孫樹偉已經是不打算了，就是瘋狂的砸擊。可以看到拿到上位的孫樹偉就像拍籃球一樣狂打這個陸文龍的腦袋。那麼賽前這個陸文龍對着孫樹偉大喊是要讓孫樹偉呢見識一下他的厲害。但是現在這個陸文龍被孫樹偉壓制的完全是沒有任何辦法，就招架之功了。
開弓，我们看到連續的打擊，連續的砸擊，火力全開。看到又轉到了背後，還是沒有停將，看到一個裸腳已經是進入，又是選擇了繼續進行擊打，而不是進行裸腳。我們看到孫書偉真的是一個裸腳，現在已經是拿到了，拿到有嗎？有嗎？有嗎？現在還是在下顎之上，但是呢，這個動作如果說做成型的話，還是會有的。是，現在我們看到陸文龍能不能逃走？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孫書偉又一次降服了對手。好，又一次用他的這個非常經典的裸腳降服的招式。那上一場比賽也是這一招，這場比賽同樣也是這一招。看來孫書偉的柔術的確是非常的不錯。好，狂自然有狂的本事啊！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孫書偉。我們看對手，哎呦，插上氧氣，哎呦，插上氧氣開始急救了，什麼情況？這在我們國內的拳擊賽事當中非常少見。這是裸腳造成了大腦短暫缺氧啊！好，當時的這個裸腳，哎呦，這個扣打得非常死了啊！正常來講，陸文龍應該第一時間投降認輸，但是他沒有啊，堅持了大概是10秒鐘啊！好，非常感謝兩位給我們帶來的精彩比賽，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你很年輕，別那麼囂張，送你一段話。跟我較量，你踢不到半個回合。打完比賽，我幫你準備好骨灰盒，大一點的送給你。明天擂台上，你看看你是想跟我打摔跤、柔術都可以。眼前這個戴着墨鏡的小伙，就是賽前猖獗至極，人送外號“黑豹”的尹帥。他被稱為說唱界打拳最好的、打拳界說唱最好的男人。很多選手賽前看不慣他，卻又打不過他。年僅25歲就獲得了8連勝的不敗戰績，憑借着強悍的身體素質，再加上無人能擋的彪悍重拳，讓他在國際擂台無可匹敵，大殺四方。還曾在高手雲集的 JCK 戰局城當中拿下過100萬現金的獎勵。然而就在意氣風發的尹帥一路高歌衝擊9連勝之時，今天終於是踢到了鋼板，遇到了人狠話不多的新疆摔跤高手沙姆哈爾。他是一個來自於新疆的強力摔跤高手，憑借深不見底的體能和幾乎變態的抗擊打能力，只要對手遇到了他，都會被他按在地上瘋狂摩擦。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眼前的小伙子便是人狠話不多的新疆摔跤高手沙姆哈爾。他真的是人狠話不多，為什麼？因為他的普通話不是很好，所以說在賽前的這個對噴環節和對視環節當中啊，這個沒有噴過對手，實力很強勁，就是嘴皮子這一塊啊差點意思。上戰績12戰11勝，非常厲害。然而今日相反的是，眼前的小伙子嘴皮子相當之溜了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豹尹帥。目前8連勝的尹帥可謂是風光無限啊！前2天也是拿到了一個100萬現金的獎勵。這場比賽也是打算拿沙姆哈爾呢當做墊腳石啊，衝擊9連勝。包括賽前這個大部分人啊還是看好尹帥，他不只是狂，他也是有實力。好，沒有錯，比賽開始，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紅色短褲沒有錯，就是尹帥；藍色短褲便是新疆摔跤冠軍沙姆哈爾。我們100萬賞金賽的8進4，對於沙姆哈爾來說呢，這場比賽又是他一戰封神的絕佳時機啊，確實。而且我們看到比賽當中，今天晚上目前為止出場所有的哈薩克選手都已經獲勝。是的，尹帥之前呢，可以說是極少能夠遇到像沙姆哈爾這樣的對手。確實是他職業生涯當中遇到的第一個哈薩克人。是的，非常漂亮迎擊。尹帥呢是非常敢於用對手的長板來去可以說是直面對方的長板。連續的打擊，非常漂亮。看到這就是沙姆哈爾第一次主動下潛，尹帥一個落點防掉，第二次變回抱單腿，這是沙姆哈爾非常擅長的領域。哇！雖然說沙姆哈爾開門見山想發揮自己摔跤上的優勢，但是我們看尹帥的這個防抱摔啊，做的確是非常的不錯。反應速度很快，讓對方沙姆哈爾的每一次抱摔啊都沒有成功。好，又來了，
好，但是我們看尹帥的這個力氣啊，尹帥的這個力氣是完全不輸對手。好，轉身搭背，有機會。在純的就是摔跤比賽當中，也是一個非常高水平的轉換。沒錯，我們看到在同級別來說的話，尹帥的核心力量真的是讓所有人都嘆為觀止。看到雙方現在尹帥啊，真的是占盡了優勢，沙姆哈爾處於劣勢。現在尹帥想要做一個前弧頸，直接拉倒斷頭。拉倒斷頭。現在在繩網旁邊呢，不知道有沒有啊？這個位置我們就要看一下，而且尹帥現在這麼早去做斷頭啊，對自己雙臂的耐力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沒錯，這邊看到尹帥也是這樣的話對於尹帥來說的是不利的，因為剛才呢確實對於他敢於使用斷頭台，敢於主動下场用断頭台呢，肯定我們要報以非常的輕。好，第一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那尹帥剛剛呢有一個非常強力的斷頭台，而很可惜啊，這沙姆哈爾的耐力啊，還有他的這個防備啊也是很充沛。今天的話，上位便是沙姆哈爾，在下位的尹帥呢不再是黑豹了。來到地面之後，尹帥就像一只小貓咪，只能是躺在地上。但如果觀眾朋友們，那這個時候尹帥如果還敢來一段說唱，那我真佩服他。但是現在看尹帥啊，應該是沒有這個功夫，也沒有這個精力了。好，被壓到龍邊的尹帥非常難受，只能是被動的讓對方的這個沙姆哈爾去消磨體能。但是尹帥的體能很好啊，之前打日本選手的时候呢，經常把這個小日本子拎起來。是這樣的一個斷頭的打法。是的，因為啊，雙方這種高頻率的考驗耐力的纏鬥啊，纏鬥是降服啊，可以說是沙姆哈爾從小啊就練了不知道幾萬遍。沒錯，那麼其實對於這個沙姆哈爾來說的話，他的所有勝場當中大概有66%，6成以上都是依靠着判定擊敗對手，這標誌着其實他的體能和耐力是深不見底。單臂環繞雙腿，現在剛才尹帥這個木村，他去抓緊時間，看到尹帥啊，真的他的視角跟普通的運動員真的是不一樣。第一回合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尹帥的確是很難起來了，主要是這個沙姆哈爾的壓制力啊，的確是很強。而且我們看沙姆哈爾也不着急，他並沒有着急去做一些砸擊啊或者砸摔，而是慢慢的啊消磨尹帥的體能。好，這個尹帥現在真是老實了啊。但是這個沙姆哈爾呢，觀眾朋友們，他的終結能力也是非常弱的。之前的比賽當中呢，也經常是判定去結束比赛，啊，所以說這場比賽他想 KO 尹帥，我覺得是有難度，但是打贏尹帥啊，不是沒可能。好，最後20秒鐘。沙姆哈爾的身高還是高過尹帥，沒錯，上位的砸拳。我們看尹帥還是用這樣的一個半防的方式其實沙姆哈爾還是有施出的空間。是的，尹帥之所以一直处於半防是因為沙姆哈爾一直就像一個典型的摔跤手一樣，他就是故意把半防，但是對他們來說是半。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終於結束。那對於尹帥來講，打的是非常的憋氣，自己的中拳中腿沒有得到發揮。心裡的怒火也沒有得到發揮。當時發布會現場的時候，尹帥就說了：“我不管你是柔術地面還是摔跤，我都奉陪。”但是目前來看在摔跤和柔術這一塊尹帥還真沒有這個沙姆哈爾厲害。正所謂術業有專攻，這個沙姆哈爾他就是玩摔跤的而且他的體能包括抗擊打能力都是一流。好，接下來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精彩表現，精彩的对局。好，来看一下紅方選手尹帥，黑豹尹帥，藍方選手便是沙姆哈爾。在第一回合呢，如果尹帥沒有那次主動嘗試冒險斷頭的話呢，想必不會出現長時間處於下位的局面。確實在第二回合開場之後，我們看到應該說放手迎擊，應該說尹帥可能會更加的是自己的優勢的方式去進行這樣的比賽。是的，尹帥要非常小心，因為沙姆哈爾看拳擊加摔跤聽起來好像是我就2個技術板塊，但是
中間的這 X 規的中间这千变萬化，長河是用1-2句話就能解釋清楚。好，這一回合沙姆哈爾觀眾朋友們依舊是戰術非常的明確，再次把尹帥按到了地上。那尹帥也是沒有辦法，渾身有勁使不出來。而你看沙姆哈爾他不着急啊，他就貼在你的身上，你往哪兒走我就壓着你。這個打法看起來的確是非常的無賴，但是呢還專門治這種像尹帥這種比較狂傲的小伙子。練1萬遍的人，沒錯啊，那句話怎麼說？不怕千招會，就怕一招精。是的，這個一招啊，不僅僅說是一個單的招式，而是一個技術武器。那麼現在看到尹帥呢，想要再去掏木村或者推手腕，就是說這就是摔跤手啊，他想要做的就是说，他就是要給對方一個假象，我不要去过你腿，我就要讓你感覺你一直處於半防，是你想回腿也回不來，你想出也出不去。下位非常的被動，而且現在這個位置做一個木村，還是要靠木村，想要去轉是非常難，因為現在畢竟處於上位的是沙姆哈爾，在尹帥首先要擺脫自己處於下位的不利局面。這邊的話，安德迪克也是非常非常的直臂的十字固嘗試啊。一個直臂的十字固嘗試，這是拉回，是的。這種直臂十字固嘗試呢，成型難度是相當大的。好，尹帥的下位的話，的確打得非常難受，而他並沒有屈服，而是不斷的在掙扎，證明自己不是貓咪，而是黑豹。好，但是這個理想很美好，但是現實很骨感啊！你看這個沙姆哈爾，就是把你頂到籠邊，你去哪兒我去哪兒。也不着急做雜技，就是一拳一拳的消磨你的體能，而且他的頭低得很低啊，不給尹帥任何呢能夠做反擊的一些機會。好，第二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了，最後的2分鐘，時間1分1秒在流逝啊。我們場外的所有的打分的編採老師們也會明察秋毫。沒錯。來說的話，接下來的2分啊，或者是第3回合，基本上要破掉對方的這樣的戰術，其實還是比較。是的，現在對於尹帥來說呢，就是要去破冰，就要去破局。等開，你看這個就是沙姆哈爾的粘着性，沒錯，源源不斷。你想尹帥那麼快的蹬開的速度，在回腿的時候還是被沙姆哈爾能夠去爆連格蘭比翻都做的是非常出色。沒錯，這邊的話，感覺沙姆哈爾現在就像一個牛皮糖一樣，緊緊的站在尹帥身上。是的，體能深不見底的這樣一個哈薩克的選手，第一次碰到這樣的選手，尹帥真的是陷入了麻煩。好，第一回合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好，尹帥真的是不行了，我覺得實在不行，我們就投降吧。我們看這沙姆哈爾越打越來勁兒啊！你看，無論尹帥怎麼蹬他，怎麼去跑，他都死死的粘住你，陰魂不散啊！而且這個中各格鬥比賽打分的機制呢，就是你壓制對方的時長啊越長，那你的分數就越高。所以說目前來看，沙姆哈爾在地面上的分數啊是非常高了。前2個回合如果不出意外都是沙姆哈爾的。好，最後的半分鐘。好，你看這尹帥蹬腿都跑不掉啊！你蹬得再快，我追得更死。你越掙扎，我越興奮。在和對手之間的空間和距離，我們看到沙姆哈爾一直是在源源不斷的向前，上位的砸拳，做一個肌肉切，還是呢談何容易？10秒鐘的時間。雙方現在是一個類似於50與50的把位，但是尹帥還是在下位，沙姆哈爾在上位的，是相當的穩健。那麼在第2回合啊，簡直就是沙姆哈爾的個人秀。沒錯啊，我們的100萬賞金得主8連勝的黑豹尹帥，在這場比賽當中，可以說在前2個回合陷入了苦戰。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最後1個回合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終於是來到最後1個回合了，來看尹帥能否有翻身的一個機會，也不是沒可能，因為尹帥啊本身他也是一個喜歡創造奇蹟啊，在絕境當中啊重生的這麼一個選手。出身，沒錯。而
像哈萨克族的他们这些真的在一起训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从小练拳击和摔跤啊，没错，这样对对方的体系是非常哦，连续的打击。那么，作为沙姆哈尔呢，再加上自己非常强的耐力型摔跤呢，所以说对尹帅来说，第3回合是自己开场的是他唯一的取胜窗口。是我们看到，其实很难看到，目前为止在 JCK 比赛当中还没有见过被逼入绝境的黑豹尹帅，真的是被逼入绝境。现在，因为在第2回合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便尹帅可以說是在大海當中啊，他的柔術水平像一個大白鯊，但是呢，沙姆赫爾把他拖到了鱷魚潭。第2回合目前來看還是比較平穩，尹帥的話也是把距離把控得很好。好，但這一次的話，尹帥為什麼主動和對方打摔跤啊？哎呦，這不是屬於自投羅網嗎？觀眾朋友們，好，還好，沙姆哈爾推開了對手。最後的時間了啊，3分鐘。那只要這個沙姆哈爾不犯錯的話，這場比賽尹帥估計是，哎呦，又來了。好，又到了尹帥最難受的一個階段，踢擊的方式，起腿半邊空，直接是把你帶到地。是的。現在看到尹帥再一次的被逼到了下位，沙姆哈爾在上位。時間越來越少，留給尹帥的時間只有短短的3分多鐘。今天晚上真的會成為 JCK 開賽以來最大的冷門之夜。小姐起身，拿背，小姐過不去，但是呢，我看這個拿背能不能進到？現在尹帥呢是保護了自己的最後一道防線。連續的打擊，沙姆哈爾。這個騎乘呢是相當的緊啊，沒錯，小鋼炮可以說是火力全開。我們看尹帥是貼身，這樣的話減少自己的傷害，是相當的緊。現在對於尹帥來說是真的是到了絕境當中。沒錯，逼上絕境的尹帥，黑豹的連勝會就此終止嗎？現在尹帥是成功回腿到了第3回合，還有一半的時間了。那尹帥呢，依舊是被推上了絕境。面對沙姆哈爾的連續的進攻，連續的地面壓制啊，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哎呦，這好像一台跑車，你把一台跑車啊放到了一個大山裡邊，很好看啊，非常的帥氣，但是沒有用，你走不起來。如果硬要走的話啊，可能會受傷。但這場比賽雙方的受傷情況呢還好，尹帥幾乎是沒有受傷啊。但是這個沙姆哈爾他並不以打傷你為主，也不以為以 KO 你為主，就是殘暴你、壓制你啊，拿這個壓制分數。好，最後的2分鐘。這就是在上位的沙姆哈爾，他用自己的這種決心，真的想要在今晚一戰封神。沒錯，這邊的話一直還是用自己的不停的向前的努力來蠶食着尹帥最後的生存空間。要注意啊，沙姆哈爾還是要注意自己對於地面控制以及自己體能上的一些問題。尹帥還想從這個位置做一個直立的十字固，但是呢是相當困難。沒錯，比賽要1分10秒的時間。等開，最後相當困難的，這個最後的時間了，最後的時間了。但是這最後的1分鐘是黃金1分鐘啊！就像剛才小寶老師所說的，其實尹帥曾經在比賽當中多次用過這樣的直接將對手蹬開的一瞬間。不知道此刻的黑豹尹帥腦子裡在想什麼？是否為自己賽前所說過的話感到後悔呢？我們不好說，但是目前來看的話，他的確很難受，都到了最後的40秒了啊，他還被壓制。但是尹帥的這個抗擊打能力還不錯，但最主要的是這個沙姆哈爾他也不打人啊，他把所有的體能啊都用在了這個壓制上。最後的嘗試，27秒鐘，連續的打擊對於尹帥來說，還有機會翻盤嗎？有15秒的時間，沙姆哈爾也是在爭取着最後的優勢。是的，沙姆哈爾真的，
他的這種粘着性，這種連續的纏鬥能力實在是太驚人了。哦，這场比赛真的是比赛結束了。哇，这场比赛想必来说，对于黑豹尹帅，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結束了，一場3回合的大戰。兩位選手狠狠地大戰了3個回合，打的真是難分難解，纏纏綿綿。好，本場比賽讓我們恭喜沙布哈爾獲得了比賽最終的勝利，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中國！在這個擂台上，你不光有技術，你還有力量、體能、速度、一切的反應，還有堅強的意志。我們都在為家戰鬥。一個身材魁梧的黃種人緩步站上稱重台，身高2.01米，體重126公斤。他就是號稱全男魯智深的張志磊。已經年過40的他，為了夢想獨闖國際擂台長達9年。但數百年以來，重量級拳壇一直是白人和黑人的天下，亞洲人似乎在這個量級沒有任何發言權。然而，張志磊的出現打破了這持續上百年的僵局。在2014年8月8日，張志磊在 ESPN 拳擊之夜僅用時17秒便擊敗了對手庫特斯，後來更是在3年之內一口氣拿下了16連勝，無可匹敵。這也讓外界媒體漸漸注意到了這個黃皮膚的中國壯漢。然而，依然沒有任何人看好他成為世界冠軍。2023年，在眾人的質疑聲當中，張志磊向 WBO 世界拳王金腰帶發起挑戰。這是中國重量級拳壇歷史發展到今天為止意義最重大的一場比賽。拿下這場比賽，他將名垂青史，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重磅級世界拳王。然而，這場比賽在眾人不可思議的目光當中，張志磊用時6個回合將英國拳王當場暴打毀容，無可奈何之下只能棄賽投降。至此，張志磊成為了中國首位重磅級世界拳王，意圖要物歸原主，要把金腰帶搶回去。上一次輸給張志磊是我太大意了，他完全就是運氣好。這一次我不會再讓英國民眾失望，我不僅要搶回金腰帶，要把他該死的尊嚴全部拿回來。觀眾朋友們，那完全是開玩笑。雖然說張志磊已經40歲，但是我覺得目前世界重磅級拳壇啊，張志磊是不怕任何人的。有了，已經明顯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了。一場超過上千斤的重量級對決，雙方玩命拼拳，打得皮開肉綻，只為獲得泰森挑戰權。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為您帶來的是一場您絕對沒有見過，也絕對不能錯過的一場巨獸對決。好，看到眼前這個家伙，像大猩猩一樣，而這位這個胸毛啊，比他的毛髮還有這個濃密啊，他便是日本大力士金太郎。他是日本和伊朗今天是雙國籍。好，這個家伙也不瘦。我們看他也是一臉囂張的表情啊，兩位選手加到一塊的體型，觀眾朋友們已經是將近1000多斤，我的媽呀，半噸多重啊，半噸多重！如果一個小型卡車，我覺得可能都拉不下兩名選手。好，兩個人有相似之處啊，都是禿子，這個毛都不多。仔細一看，這個現場裁判也是禿子。好的，3個和尚一台戲啊！本場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啊！重磅級別對決，這場比賽的獲勝者可以獲得3000萬日元的獎金，而且觀眾朋友們最重要的是啊，可以獲得挑戰泰森的權利。好，眼前的大老黑，這個腦袋和身子不是一個顏色的，便是鮑勃薩普，人送外號野獸。好，比賽已經開始了，3000萬獎金加上泰森挑戰權，看下誰能笑到最後，直接開打。哎呦，完全沒有戰術！我們看這個日本大力士，將這個鮑勃薩普打的是非常的害羞。哇哦，這就是巨獸之間的對決。但是好在鮑勃薩普扛住了這一波對方的猛攻。
這是一場綜合格鬥比赛啊，你可以打地面，也可以打摔跤、打拳击、打腿都行。我们看这个鲍勃萨普，这个大老黑啊，这个肩膀子是一耸一耸的。哦，他这个动作是在干什么？现在在热身吗？好像是在求偶的动作啊。那我们侧面上来看，还是这个日本大力士金太郎，看起来还是要更肥一些。因为他的肚子啊，我们看都已经是摊出来了。哎呦，这个鲍勃萨普，他的眉骨已经开始流血了，开始飙血了。两个大块头现在都冷静了下来，确实该冷静一下。但是现场裁判并不允许啊，裁判不断的督促两个人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这裁判是典型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又是一轮换拳，但是这个明显日本大力士啊占据了优勢。虽然说只是一个很小的傷口，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鮮血啊已經是流滿了全身吶。這場比賽啊，這個大佬黑鮑勃薩普呢，他是非常想贏的，因為之前啊他是公然挑釁過泰森，不過泰森呢沒接他的茬啊，沒搭理他。所以說他一直以來想找泰森呢打成一場。這場比賽就像是灰熊啊大戰一個大猩猩。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就結束了，非常的精彩。這場比賽雙方的獎勵都非常的誘惑啊，所以說也是拼盡了全力。但是要知道啊，這是重磅級的比賽啊，雙方呢雖然說第一回合打得很兇，但是隨着比賽深入呢，這個比賽只會越打越慢啊，因為兩個人體能啊消耗也會很大。我們看這個大力士不行了啊，日本大力士。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二回合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兩個人休息的時間也比較長啊，因為重磅級別選手呢和其他的選手是不同的啊。兩個人一上來也不着急。好的，又要開打了。但是這個大佬黑鮑勃呢完全沒有防守啊，就是往前衝。連續兩個翻滾，大佬黑鮑勃拿到了上位啊，屬於下位的便是日本大力士啊金太郎。兩顆滷蛋啊，兩顆滷蛋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一個是雞蛋，一個是滷蛋。我們看鮑勃整個身體啊都壓到對方的身上。好，拿到一個騎乘位，這是一個休息的好機會。好，我們看屬於下位的金太郎很難受啊，被壓得有些喘不過來氣了。但是他呢，還是選擇了一個比較聰明的辦法，躲到對方的肚子上來，這樣這個鮑勃呢也很難砸到他。上位的這個大佬黑啊，鮑勃是和我們中國是有些淵源的，和我們的中國勇士同樣也是個重磅選手的奧日格勒打過比賽。
只不过呢，他打輸了，哈哈，這被二哥了用了半分鐘啊，就給 KO 了。那是他第一次來中國啊，也是最後一次來中國。哎，什麼情況？啊、這個爆火想把這個牙套吐出來，因為這個牙套呢會阻礙呼吸啊，看他吐出來。看情況，下位的金太郎這個小日本應該是很難站起來了。我自己看，哦呦，這個鮑勃他的頭皮啊都帶虎紋，他不是很光滑啊，皺皺巴巴的。我們經常說頭皮這種人啊，一般來講都帶個金鏈子啊，都很厲害啊，都很兇。這種人不能惹啊，打人很疼。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終於結束。好，我們看這個鮑勃累得不行了，哈哈，兩位選手這打的也不是特別久，但已經是體能耗盡了。因為在第1回合雙方消耗了大部分的體能，包括這個日本大力士金太郎也累得不行了。我這家伙不止胸毛濃密啊，渾身都是毛。好，接來看一下雙方第3回合的表現，都累得不行了。哈哈，我感覺他都快哭出來了。那您認為這2位選手如果說打泰森啊，誰的勝算會更大呢？那我目前來看，我覺得2個人誰的勝算都不是很大，因為這個體能啊太差。你像泰森呢，平時打的比賽都是12個回合，這個才打2回合，2人就不累得不行了。好，2人開始打王八拳了，哈哈，不在乎能不能打得中，先輪出去再說，氣勢上不能輸。哦，不行了，不行了，这個金太郎，哎呦，這個日本大力士開始跑了。鮑勃薩普也是嗅到了這個機會，哦呦，已經是渾身發軟了。我這實在不行，這個搬來2個椅子，讓2人歇一會兒啊，先吃頓飯，喝點水，然後再開打。這個金太郎也不一般啊，之前的話是一個相撲選手，但是相撲界混的也不錯。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終於結束。這場2人還熱情擁抱一下。這場重磅級別的巨獸之戰終於結束了。那您認為誰贏了呢？2位選手並沒有產生 KO， 所以說最終還要打分去判定。但不過這比賽打的確實挺精彩的啊！像這麼重磅的比賽，就很少見了。好，看一下，沒有錯，最終一致判定鮑勃薩普這個大老黑呀獲得了勝利，拿到了3000萬的獎金，同時也獲得了挑戰泰森的權利啊！希望他能夠把握住機會，讓我覺得勝算可能有些渺茫了。好，再次恭喜！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他是連張志磊都不敢惹的中國拳壇泰山，身高2.3米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身形甚至要比韓國巨人崔洪萬和中國炸彈張志磊還要更勝一籌。別看那5大3粗，卻精通太極、散打、跆拳道等一系列格鬥術，在拳擊擂台上的他更是憑借一雙鐵拳大殺四方，任何對手在他的面前都顯得無比的渺小，通通被他打到哭爹喊娘。
他就是人送外號泰山的中國巨人拳王董建軍。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國巨人拳王董建軍橫掃國際擂台的珍貴影像。我們看比賽已經開始，白色拳套的中國巨人董建軍大戰黑色拳套的伊朗拳王，身高1.94米的阿卡巴爾。我們看对方的話，身高也不矮啊，1.94米，但是和董建軍比起來，這個差距還是非常的明顯。卡里米上來呢，試圖採取閃電戰，想打中國的泰山一個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體壯啊，所以他面對對方那種局部戰場的進攻，應該說還是有足夠的抵禦力的。卡里米自己速度太快，都丟失了重心。泰山刚开始抓住了機會，利用對方出拳之後緊跟着一次反擊，單拳就將對手撂在地上，對手搖搖晃晃。卡片再給他獨打，他示意還可以繼續比賽。這樣我們場裁判龐文刀給這個伊朗泰烈下面，但是他我估計已經站不住了。這個比賽可以直接結束了。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第一場比賽非常的痛快。那麼這個伊朗拳王打算採取個閃電戰，但是沒有想到在董建軍的面前啊，他就是一個笑話，他就是個玩笑。我們會想到會打得簡單，但是沒有想到會這麼簡單。我們看這一拳，哇，我感覺對方的脖子都被打斷了，真的被打斷了。好，我們看一下第二場比賽，董建軍2.13米大戰1.90米啊，這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戰。好，與之前的比賽不同的是，這是一場自由搏擊的規則。董建軍啊，我們3年也說過了，他精通散打，自由搏擊、跆拳道，所以說拳腿功夫呢都很厲害。好，本場比賽我們看一下黑色拳套啊，白色褲衩，要小心，這個家伙來了個舍身踢。好，他就是來自於美國的特種兵啊，米歇爾。那麼賽前這個米歇爾就表示說呀，說中國人無論長得多高啊，就算是3米高，也是東亞病夫，也是不抗打的軟骨頭病秧子。他表示今天要踢斷董建軍的雙腿，所以說他選擇了自由搏擊的規則，但是他沒有想到啊，董建軍的腿法也很厲害啊，我們會散打。這是一場惡戰的。好的，推開的做，不要跟他對拼，對，拉開距離。好的。泰山這邊剛才是高鞭做出來了啊，來護手就可以。這幾個地邊啊，應該說還是相當有危險。对，對自己這個訓練呢，相對來說比較自信。好的，剛才這腿打得非常有力量。又是一下，後手跟上。好的。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不清楚，董建軍在打拳擊賽之前啊，實際上他是一個籃球運動員啊，打籃球的。和姚明呢以前還是隊友。但是後來他發現有非常多的老外來中國踢館，所以說他從這個籃球啊轉戰到了拳擊。而且董建軍的出現也是讓這幫經常認為我們中國人瘦小的老外啊也是傻了眼。董建軍對於老外來講呢，我們就是最高的山，最長的河，這是一座無法逾越的泰山。拳上啊，這個迎擊和反擊，再給一拳，對，再來一拳。這讀秒，對，讀秒，大的這種压迫之下呀，他是還是跑快了，跑扭傷了。看看是想上看能不能够顺应，能不能坚持。这幅度太大了，这个布尔吉尼布拉杰，对，这会儿才能寻找到更有力的战机。好的，这首场秀看来泰山真打得這樣就不錯了。對，再跟一拳。我們看不行了，哈哈。觀眾朋友們，這個美國特種兵米歇爾不行了，他被董建軍踢折了一條狗腿。那麼賽前他狂言說要踢飛我們，但是沒有想到啊，自己先要報廢了。打挺快啊！你看意識到了自己在場上還是占據了一定的優勢。對，現在如果是痛失這種優勢的控制呢，那麼對他來講也會下去非常惋惜的。對啊，對。再壓迫，再
再來一個小高潮，馬上時間快到了。這腿受傷還是被擊倒呢？因為現在在這個猛攻之下呀，必有所失，也必有所得。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美对局赛前对方扬言是要踢折我们的腿啊，结果呢偷鸡不成18米。赛前牛皮吹得有多狠，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狽啊，有多么的惨。而且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啊，董建军这么高的身材，他的腿法会这么凌厉，这么厉害啊，这绝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好，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董建军大战一个美国选手，而对手可比上一个要厉害太多了啊，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統保鏢艾利克斯。好，我们看比赛开始了，红方选手黑色裤衩，这个家伙就是美国的总统保镖啊，艾利克斯。而蓝方选手红色裤衩便是董建军。这场比赛也是在上一场董建军獲勝之後啊，美國官方趕緊安排了第二場，很想報仇，很想把這個面子找回來。而這個艾利克斯也吹牛，會說這個會像用拖鞋拍蟑螂一樣啊，打倒董建軍。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他究竟啊有沒有這個本領。很明顯了，這場比賽對方的艾利克斯啊，身高依舊是不如董建軍，沒辦法了。據說美國官方當時是找遍了整個美國職業拳壇啊，硬是沒有找到一個啊能和董建軍相媲美的這個身高的選手。沒辦法，的確是很難。You could tell Rodman didn't like the way that one felt. Ran his way in and smothered. Tyshawn started to establish that jab, which for a guy his height, obviously... It's like a power punch. Yeah, it will become like a power punch, and also it'll establish some kind of rhythm. 哇哦，不會吧？哦，觀眾朋友們，比賽開始還不到一個回合的時間，不會這麼快就要 KO 吧？我們看對方艾利克斯並沒有選擇投降，還想打，但是董建軍啊給不給你這個機會，我們就要看接下來的比賽了。好漂亮！哎呦，前後差了幾十秒。哦，裁判也是毫不猶豫，又送給對方一次讀秒。On a 5-fight losing streak, he's been stopped in 4 of those fights, but he just loves to fight. Former MMA guy, just wants to fight. He said, "As these guys go toe to toe here, and I should pick it up in the second round." He's trying. You got to give Rosman some credit for the effort. Rosman is a former bodybuilder. And there's another jab. 好，没有錯，這是本場比賽的第3次擊倒。我的天哪！這個艾利克斯，美國的總統保鏢已經被擊倒3次了，但是我們看他還是一臉不服的樣子啊，應該還能打。Here in the second round, almost at the head. Tyshawn up. Let's see if Tyshawn can work off the back foot. And finally, Rosman lands a shot. Yeah, he lands a left hand. The thing about Rosman, he's sucking wind and throwing all these haymakers is only going to make him more tired. See what happens if Tyshawn does land. Here's a right hand that you just called it, Paulie, and drops him. Right on the top. 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結束了。短短不到兩個回合的時間，董建軍連續6次擊倒了這個美國的總統保鏢艾利克斯，完成了本場比賽的勝利啊！這是董建軍晉級美國拳壇獲勝的第2場比賽。這也是董建軍的成名之戰啊！要知道這擊敗的可是總統級別的保鏢，好，非常的輕鬆。然而接下來的這場對局絕對稱得上是世紀大戰，中國巨人董建軍一路高歌，直接殺入到了美國紐約。但是沒有想到，美國官方卻派出來了殺手鐧，他是連拳王泰森都不敢惹的美國野獸鮑勃薩普。我們看這個家伙，我感覺他長得甚至是不太像人類，像個大猩猩一樣。本場比賽就是人猿和泰山的一場比賽啊，讓我們來看一下兩個人的精彩對局。
哇，本场比赛，我的天哪！不到2分鐘的時間，這個野獸波巴薩普不行了，看他呲牙咧嘴，應該是起不來了。好，本場比賽讓我們恭喜董建軍啊，這場比賽也是打得非常之快啊，把這個美國拳壇的殺手鐧王牌選手輕鬆拿下。這場比賽由於是一場這個自由搏擊規則，所以說呢，我們用到了頂膝啊，所以說終結的很快。然而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董建軍更是憑借一雙無可匹敵的鐵拳橫掃了美國擂台，成為了第一個在拳擊擂台上讓美國人感到畏懼的中國拳王。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非常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那咱們下期視頻再見。